粉丝团灯牌，牛啊牛啊，舰长、提督、总督，什么都收，好坏都要。本直播间还收留被无聊 BTuber 伤害的滴滴们，给各位滴滴一个温暖家。新店开业，品质保证，龙泉沙当铺店，服务值得信赖。回收冰箱、彩电、洗衣机，粉丝团灯牌，牛啊牛啊，舰长、提督、总督，什么都收，好坏都要。本直播间还收留被无聊 BTuber 伤害的滴滴们，给各位滴滴一个温暖家。新店开业，品质保证，龙泉沙当铺店，服务值得信赖。回收冰箱、彩电、洗衣机，粉丝团灯牌，牛啊牛啊，舰长、提督、总督，什么都收，好坏都要。本直播间还收留被无聊 BTuber 伤害的滴滴们，给各位滴滴一个温暖家。新店开业，品质保证，龙泉沙当铺店，服务值得信赖。回收冰箱、彩电、洗衣机，粉丝团灯牌，牛啊牛啊，舰长、提督、总督，什么都收，好坏都要。本直播间还收留被无聊 BTuber 伤害的滴滴们，给各位滴滴一个温暖家。新店开业，品质保证，龙泉沙当铺店，服务值得信赖。回收冰箱、彩电、洗衣机，粉丝团灯牌，牛啊牛啊，舰长、提督、总督，什么都收，好坏都要。本直播间还收留被无聊 BTuber 伤害的滴滴们，给各位滴滴一个温暖家。新店开业，品质保证，龙泉沙当铺店，服务值得信赖。回收冰箱、彩电。稍等啊，调整一下 wait a minute。欢迎电 Brandy 下划线，欢迎电 Brandy， 晚上好，晚上好。然后把捕捉开一下。OK。电 Brandy 下划线不定期掉落说，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应该是有了。欢迎是小莫，晚上好，晚上好。咱们今天继续咱们的这个无罪之庭啊，这个是这个国产逆转裁判，已经第2章的最后了，凶手其实已经招式了，凶手其实已经下划线不定期掉落说有了 OK， 然后凶手大概率已经就是欢迎哈麻瓜皮，晚上好，晚上好啊，就是我们再前情提要一下啊，就是说我们要审的是这个外国人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的坠崖案，然后这是我们的被告也是辩护人，怀疑是他推下去的啊，但是经过一系列排查，目前可能性最大就是他，我基本上已经锁定是他了。我感觉这个故事法庭就到最后了，今天肯定是能把第2案完结了，然后看看第3案能开到哪。OK， 继续审理啊。之前传唤的证人是否已经带到，就是这个医生啊。叶流湖的隐士救死扶伤的村医查望书出庭。证人名字和职业。查望书查家村村医，这哥们儿老牛逼了，还真是符合人设的打扮。你手上拿的是实验制剂，查某正在独自研发一款新药，进物耽误不得，便随身携带，见谅。这位证人是名校毕业，并在德国最有名的医院做过主任医师。他在几年前辞去了工作，回到查家村做村医，以报答故乡的养育之恩。过奖啊，守护村民的健康啊，是查某的夙愿。站在我面前那位邋遢律师指控你刚才给另一位村民下了安眠药。哦，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啊，就是他们这个村子里有一个，这查家村啊，这个村子有个这个叫什么呀？禁忌，就是晚上6点到早上忘了几点了，是大家都是不能出门的。然后这个死者呢，也是在那个时候凌晨死的。
然后原本他是有人证的，但是发现他在他的证人里说出来的，他曾经就是去到他家喝酒，于是就昏迷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实际上他是不知道这个医生是在哪儿，就相当于他有一段不在场证明，而且并且测出来在他饮的那个酒里下了安眠药，就怀疑这个医生有问题啊。所以现在让他上证言台，大家讲一下大概怎么的个故事。等我来此，叫我来此是因为这种无聊之事吗？等等，哎，怎么回事？证人开始证言之前，我有个疑问。红叶小姐的证词中提到，你和死者的争吵是否确有其事？是的。那和我说说你们争吵的理由。那位洋人为了敛财，前来推销一些无用的保健品，这些药物不但毫无实际效用，还被开出天价。他所带来的保健品你是否见过？你凭什么能断定他们是无用的呢？当然见过。作为村医，但凡与药物相关之事，均由我直接过问。尽管他声称这是一种集合了高精尖技术的靶向抑制剂，即使未经化验，我也能看出那不过是普通的营养剂，既无疗效也无害处。原来如此，顺带一问，这就是你所谓天价究竟是多少？4万一瓶。这个价格，别说是证人所在的小山村，即便是大城市，也怕少有人能承受啊。因此为他产生了口角，被红叶制止之后，两人再无来往。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没了。我请你对安眠药一事进行证言吧。证言开始。安眠药一事我全然不知。操，就一句话，大哥。欢迎闲声轻语进入。欢迎闲声轻语，晚上好，晚上好。完了。好，开始询问啊，就一句话问啊，问就对了。欢迎 Rabbit W0 进入。欢迎 Rabbit， 晚上好，晚上好。你说的也太少。我要说知青君已说过，实在不解，为何还要再说一遍 ？OK， 开始说了啊。19日中午，我找到知青家的小酌，我找到知青来家中小酌之后，一直在研究药物。一见10点，知青苏醒，便一道钻研东洋动画至凌晨2点。OK 啊，咱们先保存一下。等等，宵禁期间。等等。他头晚彻夜未眠，身体正处于虚弱状态，急需调理。我去，欢迎电 Brandy 下划线不定期掉落进入直播间。你当晚真的没去过断崖吗？不解。欢迎电 Brandy 下划线不定期掉落进入直播间。未出过门。等等，欢迎传菜员播客进入直播间。传菜员，晚上好，晚上好。夜间若有疾病会通过电话处置。欢迎传菜员播客进入直播间。案发前后前往断崖的证据就好。当晚被告的行动。这个有点难了，咱们要自己选一个证言，然后应该就是这句了。这句看看怎么指证。被告不好意思，为他素未谋面。素未谋面，我想想。
啊，素未谋面，我靠，我觉得应该就是这句，但是，看看啊，有点忘了。等等，还是换一句呢？反对。哦，那就说明不是这个问题。知道死者当晚的行动吗？那位洋人躲在屋里，不跟别人交了话，没人能知道他的行踪。等等，那应该就是这一句，那应该就是这句，那应该就是这句。当晚从未踏出房门半步，更不可能去过断崖。我想想啊，欢迎，欢迎温迪哥，晚上好，晚上好，欢迎嘟嘟娘啊。我想想啊，没去过断崖，我想想啊，我靠，棉袄的一部分，这个吗？这个我感觉，啊，我靠，这，哦，对，他是不是去，当晚从未踏出房门半步，更不可能去过断崖。啊、我靠！等等，哎，点错了。我想想啊，不解。夜间10时知青苏醒，便一道研究东洋动画至凌晨2时。啊！我靠！我想想啊，反对这个呢？哎，对了，哎，棉布条。这个就奇怪了，为什么断崖下的灌木土会挂着这样的布条呢？断崖地带长期经风吹日晒，这块布条上却一尘不染，只能说明它近期才被挂上去的。更有趣的是，这块布条留着的可是你的指纹啊！这有他的指纹吗？哦，上面有忘看，不好意思。反对。这块布条上带有一些棉絮，很显然它属于一件黑色棉袄。你确定自己在白天也需要穿着它吗？可是蝉睡在山谷里，昼夜微差非常大。你要不穿件短袖去体验一下早间阴冷的空气？如果这个布条是在当晚留下的，你就不得不那什么啊！审判长结论不要下得太早，辩方认为这个物证可能是当晚留下的。你说什么？是的，决定性证据就是布条本身。这个布条的这个位置揭露了案发当晚他是留在现场啊！等一下，哪个位置啊？我怎么不知道？这我怎么不知道啊？什么啊？揭示出了他是在案发现场的。看这个，这里有什么吗？哎，布条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看这个，不对吗？哎，那这应该选哪个？我靠，这段好难，我完全 get 不到它的点。看这个，哎，我怎么，他这个怎么这么难点啊？我去，
它这个怎么这么难点？我靠！哪个布条上面有什么要点的吗？电 Brandy 下划线不定期掉落说，长时间没打是这样的啊，这是他让他留在现场的。这我怎么能看他哪个是留在现场的呢？这我看这个，这个是啊，对植物划破而撕碎的布料来说，这一侧切口是不是过于整齐了？什么啊？要在留下如此整齐的切痕，能做到的只能是利器。大概这棉袄是先被利器锁上，才被灌木的枝桠挂下来的吗？啊，掉落的刀才是划破这件棉袄真正的工具。考虑之后吧，军用匕首的获取难度与查家村的村民和身为大学生的被告相比，他所有者更有可能是死者格林先生。所以辩方，你要主张这名证人在当晚和被害者的对岸见了面吗？那必须的呀，这还用主张吗？但是，一旦提出，就会出现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动机是吧？搞完这个推断的依据是什么？啊，对，就要解决他那个不在场证明，就是他夜里的时候，实际上在看动画片这件事儿。但是这个我们已经很了解了，因为他们家挂了一个这个，他这个是不透光的。然后之前就是这个证人，他说了，就是在医生的上面有一幅这个画挂在外边，所以实际上他蒙骗了查志清，实际上是白天，他说他是晚上。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是这个说了啊，他来这个村子里是为了看超级月亮，就当时月光特别强，所以这个就是意义的点啊。这地方我们已经解决了。查志清主张他和常昂树一起在动画片看着深夜，其中的问题在于他看动画的时间不是在夜里，他却极有可能受到误导而提供与事实不符的证词。这名证人的不在场是这样的：他和查志清在家喝酒之后，查志清入睡，等他清醒时已到了晚上10点。无论证人在这之前有没有出门，只要在10点之后他仍在村内，就不可能在案发时刻出现在断崖。我刚才已经证明了卫生所的挂钟有被人动过的痕迹，而查志清确认时间的唯一手段恰恰只有时上的挂钟。如果使用某种手段让查志清睡下，并且在调整时钟后再将他叫醒，可以创造出虚假的时间。而让他睡下的手段正是这位证人能做到的：投放安眠药。反对。出面一片漆黑，也不能意味着外面真的是黑夜证人完全可以制造出这个效果。证人只要使用这个东西，我们已经破解了，就是这个。看这个。是的，准确说，它是一张桌布。你想说，证人使用了这个，让查志清误将白天当作黑夜。准确的说，用这张桌布旋转周围的方法是再存啊。我操，它的背面正面朝外蒙住了窗户。它使用这张桌布的背面。这张桌布的背面是纯黑的，而且材质很厚，不透光。只要将它用图钉钉在窗户外面，屋子里的人自然会认为窗外是一片漆黑。辩方已经仔细检查过这张桌布的四角存在图钉的痕迹，而且请大家回忆一下红叶小姐的证词。
说起来，红灯路上看到望叔叔家挂起来一幅好看的画，他好像把画挂在了窗口。哦，我有印象，这个证词恰好印证了辩护方的推断。不仅如此，红叶小姐看到这幅画的时间可是在下午。这说明了什么呢？说一下完整的过程啊。常小叔在中午叫查志清来到自己房间喝酒，并在酒里放了较低剂量的安眠药。查志清睡着之后，乔望叔迅速调整了时钟和电脑时间，接着将桌布的背面钉在窗外。在这之后，他将挂钟时间和电脑时间均调整到晚上10点，再叫醒查志清。查志清从他入睡到把叫醒大约过了多长时间呢？欢迎特晚上好，晚上好。我想恐怕只有几十分钟吧。是的，对这个计划来说，在中午就将昼夜逆转是必要的。这不魔法少女小圆吗？我去，怎么画成这样？接着，查瓦叔以消磨时间为由，也是为了巩固查志清的错觉，邀请他一起看了很长时间的动画。至此，查志清深信已到了深夜，但实际上的时间仍在18点以前。当查志清再次睡下，或许是查瓦叔又给他下了足够剂量的安眠药之后，查瓦叔将所有的布置还原，接着就走出村子，在断崖处整夜未归，直到天亮，宵禁结束。是的，这是这位证人制造虚假不在场。哎，你也有配音呀，大哥。查某前来这法庭本无意过多介入案件，也在尽力保持沉默。不料两位律师竟趁机将这些污蔑之词强加于我。你们推断当中存在几个巨大的矛盾。哟呵，正是，来说一说，请以证词的形式告知。开始了，跟证人 battle 了。这位律师心思旷野莽夫，想象力倒是十分丰富。如果潜伏在断崖整夜未归这等狂言，敢问你能否拿出证据？用桌布蒙住窗户颠倒是非更是无稽之谈。一旦知情走出屋门，这个把戏便立即破解。我纵有天大本事，也不可能限制他外出。这个限制外出原因是因为你们在宵禁啊，他不可能出去的，对吧？这个问题好解决。但前面那个问题有点没太想好。怎么回答他？查验的话，表面合情合理，不过对于了解查验村的我们，这种障碍法是没有用处的。我更担心的是，他是否还有其他杀招等着我们。请辩方开始询问吧。哎呦呵！等等，这个很好破解呀。只要你不出门，我就把珍藏的故事写真集给你看。那个时候因为在宵禁嘛，这还不简单吗？看看思考。这没什么用，我去。等等，这因为在宵禁啊！哎呦我去！等等，哎，这问题还用想？我求求你了！对这个彻夜未归的证据，这个有点没太想好。等等，反对。欢迎 KD6 下划线3.7。欢迎 KD6，晚上好，晚上好。还有他那个盯住桌布这个等等，这个不都有证据了吗？
你就试试呗，你们搁那试一试不就完了吗？啊，我靠！想想啊，有点难。他提了3个问题，咱只能回答1个。等等，不是本村村民这个没看。如果你的不在场不成立的嫌疑就很大。感觉能拿整夜彻夜未归。欢迎胡德小姐不想训报进入直播间。欢迎胡德小姐，晚上。我想想啊，好像没有她彻夜不归的。啊，这个，这个。欢迎电 Brandy 下划线不定期我看看啊，进入直播间。部门风险这个，保存一下。这个，因为有这个，你实行宵禁。反对。啊，不对。不对。不是这个，不是这个，等会儿。下划线不定期掉落说大小。应该就是这个，因为你只能提1个啊。对，摁错了，天大的本事。你的主张是这样的，我并没有限制查清的行动，只要查清想要出门，一切把戏都不成立了。因为你根本无需这么做。下划线不定期掉落说，老沙是真律师就狠。咋的就狠啥？查清自己就会限制自己的行动，这是什么？我给下划线不定期掉落说，不好意思拿错证据了。当然是宵禁的村规了。这个不是他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可能也是前几章所以比较简单，我不知道后面啊。反正感觉比逆转裁判要简单一点，逆转裁判有的时候还真想不到，而且它这个偏线性一点，就是其实都是顺着的，不会像逆转裁判，我这个问题就在探索的过程中，这个问题卡住了，我要去别的地方去探索才能破解你这个，不是的，反正目前看起来不是，都是很顺的。查世清被查老师叫醒之后，误以为当时已经晚上10点了。在他的意识当中，川村已经开始宵禁，自己自然是不可以出门的。你正是利用了村民对村规的绝对遵守，制造这个不在场证明。但是查世清的政策真的值得相信吗？我想问一个问题：夜晚对你来说等同于完完全全的黑暗吗？啊！我靠，这你这么说啊？欢迎电 Brandy 下划线不定期掉落进入直播间。面对当晚的超级月亮啊，怎么会把漆黑一片的窗户当成夜晚？我勒个去！这感觉就胡搅蛮缠了。如果是他记错了，只可能是自己看到的不是一片漆黑，而是真正的夜空。又是啊，只差一点点。小子虽然人不笨，但有时候脑筋太死板，把一切逆转过来。如果一个问题想不通，何必要钻牛角尖？总是着眼于细节，搞不好就把大局给丢了。
总是着眼于细节，搞不好就把大局给丢了。过于执着于细节，忘了大局。跳出思维定式，重新审视案件，咋的了？怎么重新审视一下？我怎么想不明白呢？先一亿，哥们儿，快先一亿！呀呵，是时候仔细回想一下目前所发生的一切了。咋的了？你想通了？我还没想通。OK， 我能感受到啊，这个关于操纵时间、逆转昼夜的假说已经很接近真相了。但是，诚如雷夏兰所言，这个假说的证明缺少了关键的一环。如果刚才推理没错的话，查奥斯使用安眠药让查志清睡着，并且用了很短的时间调整钟表，蒙住窗户。他在此故意把查志清叫醒，让他误以为已到了晚上10点。两个人一起看了动画片到凌晨2点多，但是真实的时间仍在晚18点之前。接下来，查奥叔再次下来让查志清睡下，自己则躲开摄像头的拍摄，潜伏在村外。在案发之后，第2天早上，查奥叔在摄像头关闭后回村，并将查志清叫醒。如此一来，自己就神隐一般的躲过了拍摄，同时又被证明在案发时刻身在村内。虽然这样安眠药的衬衫可以作为证据，但是雷简主张的夜谷夜晚常年晴朗啊，月光很亮，所以用桌布蒙住窗户根本不可能制造黑夜。这个说法符合逻辑常识，我的一切推理在此时遇到了决定性矛盾啊。但查奥叔的主张真的无懈可击吗？仔细想来，这似乎和之前查护义的证言略有出入。明明是月光很亮的晴天，田牧阳还特意出门去赏月了。红月却说自己只看到了漆黑的一片，难道说他们两人之中有人撒了谎吗？我不知道呀 ，I don't know。应该是田牧阳和长月都没有说谎。没错，这种细枝末节的问题上，两个人根本没有理由说谎。但究竟为什么两个人在同一个夜晚看到了不同的景象？整理这个村子的情报，查家村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村落，坐落在这个名叫流叶谷的山谷当中。究竟是哪一件事让这个村子显得格外与众不同？是这个宵禁啊？是的，这个村子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有着严峻的宵禁规定，正是这个规定的存在，多次改变了本案审理的重点。如果跳出思维定式，不去思考宵禁的存在究竟会改变什么，想一想这条持续的上百条村规到底为了什么而存在？对，这个村规也该破解了啊。为了驱赶，这个为保护村民，没错，这个村子民风淳朴，村长又是个开明的人，宵禁存在唯一可以解释，只能是保护村民在夜晚免受到伤害。这个村子村民一定有什么被我们忽视的特质，才需要这种村规的保护。哦，他们有夜盲症，大晚上看不见。回忆一下我来到村子以来的所见所闻吧。哦，这帮村民都晚上看不见，瞎子，我操！它具有怎样的特质？嫁出去从不回村儿。这个吗？当然了，茶叶村几乎没有外来人口，嫁到村外的女性便不再回村，这使得他们保持了血脉的纯净。所有村民，怎么的了？所有村民都有了相同的祖先。我记得死者格林带来了要价10万1瓶的药物向村民推销，考虑到村民之间血脉彼此相连，如果这个药物不是普通保健品的话，村民需要受到宵禁保护。原来是这个解开本来的钥匙就隐藏在这条最显眼的村规和这个最离奇的传说之下。这个夜视仪终于有用途了，最后的答案也近在眼前，潜入在查出的夜魔，其真身到底是什么？夜盲症应该是夜盲症，这不是那个那什么那个单文论破嘛？单文论破的选词嘛？这个游戏融合了逆转裁判和单文论破，但是主要还是以逆转裁判为主。
先天性病症啊，所有真相在此刻汇聚成了一点。大晚上看不见啊，大晚上瞎子。电 Brandy 下划线不定期掉落。查医生，如果分析没错的话，666，将你最后葬送隐藏最后的隐藏葬送的正是检方提出的反驳。查家村的宵禁规定是村子的祖先为了保护村民免受夜魔的侵扰而设立的，但是这个夜魔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呢？当然不是，夜魔的真身实际上一直都藏于村民流淌的血液中。它就是当每夜晚降临就会令人失去视觉的先天性夜盲症。我推断事后与事实相符，看看真人的脸就知道。这样一来，查理星所看到漆黑一片，反倒成了他眼中应有黑夜的模样。而全村唯一知道宵禁的真相，并能够对他加以利用、伪造不在场证明的人，正是藏在大城市进修、具有足够医学知识的这人你。你怎敢如此啊！审判长想让在场的村民接受身体检查，这一状况是否属实，马上就能明白。怎么会是 BGM 突然终结的这么突然？不用了，哎，我已经做了，不用说了，这个情况我早就知道了。接手这个案子之初，我就觉得村子有几分蹊跷，所以暗中就让村民接受了体检。结果显示，包括今天作证的所有证人在内，大家村全体村民都患有什么 LBZ 型先天性夜盲症，他们比因缺少维生素而导致的普通夜盲症要严重的多。患者在黑暗环境中的感光能力极差，在夜晚或少光环境后会彻底失去视觉，无法行动。你既然知道为什么现在才说呢？你觉得查尔斯的祖先世世代代守护这个秘密是为了什么？这个证据一直都是我最不想提交的。可笑！你就一句词儿吗？哎呦呵，这个不行，这二阶段哥们儿差点意思啊！但是他这个画的不错，被你们逼到了这般地步，还有二阶段的啊！若要人不知其非，除非己莫为啊！怎么了？你还有话要说？电 Brand 下划线不定期掉落说，变身格斗游戏。不是这个，你玩逆转裁判就知道了，就真正的就是这个犯罪凶手下划线不定期掉落说，搓招。不是，就是被逼到，就是基本上来说是怎么说呢？犯人什么的会逼出二阶段的，会逼出就是人都会就是都有两种状态啊。就比如说我们开头的这个，他一直说自己是狼，然后开局被咱教训了之后，发现只有咱能救他，瞬间变狗了，就挺有意思，就是确实有逆转裁判的风格啊，因为我大晚上看不见，他肯定会这么说啊，因为我大晚上看不见，对吧？你说我夜里去干活，那我不是也有吗？对不对？晚上看不见东西的我，怎么可能在夜里出车钻？欢迎580期队长进入直播间。欢迎580期队长，晚上好！欢迎谢家人，晚上好，晚上好。进入直播间。啊，遗传病史属于个人隐私啊。这个很简单啊，叶世仪啊，叶世仪。等等，等
等，欢迎胖子高中生进入欢迎胖子高中生，直播间晚上好。你的夜视已经治好了，你能告诉我先天性的病怎么能治好？比较难吧，天生的这种病一般都比较难治了，除非是那种能通过做手术治疗的，其他的应该很难治吧。等等，啊，秘密具有村长时间代代相传，有人理解宵禁的原因，才能义无反顾的推行。即发觉了自己视力的异样，阅读文献之后才知其病理。也是在那个时候，我领悟到了这个村规的真实意图。等等，查家村毕竟建立于医学尚不发达的年代，人们对遗传病的认知有限，会将它当作受诅咒的血脉而畏惧不已，让其村民陷入恐慌啊！不如以夜魔的故事来解释一切。等等，这比较简单，思考。保存啊，我看看啊，在这儿，夜视仪，夜视仪，夜视仪。反对，事到如今，不要做徒劳的挣扎了。这个掉落在现场的破碎墨镜，其实是你带出来的，对吗？就在今天，雷姐已经给了我们鉴定结果，这是一部夜视仪。有了它，即便是你，也可以在夜间自由行动。好，又来对决了。好，啊，又来了啊！单位论破了啊！欢迎 Arcus 啊，进入这是直播间欢迎阿库斯，晚上好！这将是本场庭审的最后一次对决，拿出全力冷静应对吧！你刚刚所提出的主张太好了充满漏洞，太好了，终于不用我配音了绝对。不会轻易接受。很好，那就说出你的观点吧。你先前一直主张墨镜的拥有者是死者格林，那他怎么会在查望书手里？反对，我们已经知道这件物品来自于黑市，任何人是它的持有者也并不。反对！虽然暂时无法证明它的购买者具体是谁，但地区偏远的查家村物流信息一清二楚，检方至少可以确认，查家村内的人不会有机会购买。质疑叶世静的归属根本就没有意义。的确如此。你先前一直主，哪怕你说叶世静是被告带来的，也比他属于查望书更合理。反对，被告只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他哪有渠道从黑市取货？反对！你看他有个正经大学生的样子。好像是那咋了？你有意见？在互联网发达的现代社会，想秘密入手一个军用的夜视镜，绝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你就从来没有过偷偷网购写奇怪的名字不想被发现的经历吗？这玩意儿网购是吗？这黑市交易还网购呢，有点 low 吧？你先前那被告可能是将夜视镜放在包内，并在打斗过程中掉出，才落下断崖。手机，这话说的。夜视镜上并没有检测出任何人的指纹，监控也可以确认，被告和死者都没有戴手套。电 friendly 下划线不定期掉落说，网购线下拿货。你网购听清楚了，
停止交易有内鬼，打斗的过程中掉落。停止交易有内鬼，完全有可能是在被告不接触他的情况下，在打斗过程中将他甩飞出去。好像是有点道理啊。哎，你先听，那就最后一句。就算是查望书将叶世静带到现场，他也不该毫无痕迹。反对。尽管村口的监控录像中，被告和死者都没有佩戴手套，但一直没有出现在镜头里的查望书穿戴了怎样的衣物，我们就无从知晓。他大可以一开始就准备好手套，并在行动结束时清理一切痕迹，扔掉叶世静。反对！叶世静最终是和死者一起在山崖下被发现的。患有夜盲症的查望书，如果扔掉的叶世静，在一片漆黑中怎么还能安然无恙？白天扔的，白天扔的。他和那个查知青在夜里不是说那天早上去采药吗？那天那个时候扔的。而且就算他失去了叶世静，只要找个地方静静等候，就算没有视觉又有什么关系？就算如你所说，也仍然有一个问题没有被解决。OK。叶世静是格林的所有物啊！等一下，准备这件物品的理由本身就不明确。等一下，为什么不回血？为什么不回血呀，兄弟们？不是这打完回血吗？不是这打完怎么不回血呀，兄弟们？我破防了。你先听退一步说，反对。尽管不是被告和死者都没有佩戴手套啊，应该不是，应该是最后一个他没设置回血，之前都是可以回血。他大可以一开始就准备好手套，咱们就 SL 大法，直接整个满血的。反对！叶世静最终是和死者一起在山崖下被发现的。患有夜盲症的查望书，如果扔掉的叶世静，在一片漆黑中怎么还能安然无恙？欢迎乐舞进入直播间。欢迎乐舞，晚上好，晚上好。他为了避开摄像头，已经决定了彻夜不归。他完全可以等到天亮再处理这一切。而且，就算他失去了叶世静，只要找个地方静静等候，就算没有视觉又有什么关系？就算如你所说，也仍然有一个问题没有被解决。OK。叶世静是格林的所有物，他准备这件物品的理由本身就不明确。啊，完了，卡死了啊！既然他已经将它带到了查家村，就没有动机将它赠予别人。反对。咱们就只能将它赠予查家村村民的动机，自然是方便在夜晚约他们出来见面。反对！这个村子的村民白天是都睡过去了吗？有什么必要非得在晚上见面不可？这尸体怎么盖上了？否则我方无法认可死者必须将叶世静赠予他人的理由。所谓动机的实证，就是要展示死者生前的想法。欢迎电 Brand 下划线不定期掉落进入直播间。如期讨论他为什么这样做，不是找证据来证明到底做了没有？叶世静是格林的所有物，他准备这件物品的理由本身就不明确。反对。格林准备这件物品，就说明他一开始就了解查家村村民的疾病。反对。哎，这说的有道理。那敢问这和他坠崖身亡有什么直接关联吗？不会是卖夜视镜的吧？是查家村的村民想灭了他的口不成？跳到这一步是有点太远了。叶世静是既然，难道你能拿出证据证实死者将叶世静交给了查望书吗？反对。能够证明死者将叶世静交给了查望书的证据是存在的。哪儿？我怎么不知道？哦，真有这种东西？那就拿出来让我看看。终于到了这一刻了。能够证明死者将叶世静交给查望书的证据，应该是这个纸条，这个让断崖带上这个，解决你的问题。看这个，
请看这张字条，上面明确写出了。反对！你傻了吗？警方发现这张字条的地点是在被告的房间，这和这位证人有什么关系？反对！不，这张字条实际上是死者在生前留给查望书的。至于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被告房间，很好解释。案发之后，查望书只要偷偷将字条放进去就可以了。反对！哼，如此信口雌黄，难道你有什么根据吗？欢迎电 Brandy 下划线不定期掉落进入直播间。当然是因为已经找到了根据。哦，我怎么不知道？这张字条到底是给谁的？看看内容就知道了。电 Brandy 下划线不定期掉落说：“兄弟困了，眠了，晚安。”晚安晚安。电 Brandy 25页到断崖，晚安晚安。周三见。周三有可能播啊，到时候看群里通知吧啊。我要是太累了就不播了，早上带上这个解决你的问题。我们来仔细看一看字条里的这个拼音“带”，字条上的拼音“带”想要表示的其实是这个字啊。哦，这个是吧？看这个，戴眼镜的戴，它表示的是穿戴的戴字。反对！这有点扯啊。大叔，你凭什么认定这就是带字？携带的带放进去也一样说得通吧？不，这个拼音代表的绝对不会是那个字。死者精通中文口语，却不会写复杂的汉字，像前面断崖的崖字，也只能用拼音代替。哇，就说他不会写这个那个带字呗。那个带字，却已经在断崖一带中出现过。哇，哎，这个很绝呀！哎，这可以，哎，这牛逼呀！哎，这行。因此，哎，这可以用拼音代替自己明明会写的字。哦，哎，我操，6，哎，这行。哇，字条里所说的，并不是携带某物，而是穿戴上什么东西。什么？哎，这行，哎，这不错，哎，这6，这可以，这确实没想到，这确实没想到。就是这副夜视镜。死者早就知道查望书患有夜盲症，所以特地写了解决问题的手段。而被告田牧阳的视力正常，死者根本没有理由把夜视镜交给他。死者知道长沙村村民患有遗传性夜盲症的事实。是的，先前证人已经说过了，死者来长沙村的目的是销售药物。尽管证人声称那是些没有作用的营养品，但我没猜错的话，它应该就是可以治疗这种罕见夜盲症的特效药。死者早就知道村民被夜晚所困，因此他的目的是敲诈。直接自爆了，直接自爆了。破，哎呦，哭了，哎呦呵，哎呦，破碎感人妻。为了解除故乡诅咒，一直努力研究。是的，然而那个洋人出现，把一切计划都破坏了。他开出了1人10万的高价，这完全是不合理的价格，可以说是无耻的勒索。我的研究也已有小成就根本不需要这种外人的帮助。但是村长他居然点头了，他竟然一直都不相信我的研究会成功。10天后我就收到了字条，并附带的墨镜。我一时滚于心窍，认为这是个维护村子利益、将他除掉的好机会。之后就如律师所言，我利用知情伪造了不在场证明。我在断崖一侧的灌木丛等到了半夜，等那个洋人过来，我就
自牺牲携带那刻起，我早是有罪之人，我不会再为自己辩白半句。本案居然经历了这么多的风波，实在令人始料未及。不过查医生对自己的量刑请求，本庭不能认可。OK 啊，反对！还有什么要说的吗？等等，怎么回事儿？法官说我这判个无罪，怎么天天的一天天的干嘛呢？我们也没有弄清楚最后的疑点，这个案子更需要一个更加合理的结尾。刚才查望书的自白并不是事件的全貌，辩方也同样主张村医查望书不是本。却不是龙神律师事务所可以接受的做法。我问你，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杀了格林先生，请问你是如何让他坠入崖底的？我就知道你会答不上来。本案的真相究竟如何？有一件证物已经说明了一切。查望书并不是杀人凶啊，他不是吗？这个吗？我靠，足以证明查望书不是杀人凶手。这个药片儿。这个啊，这会儿没有证物。看这个，是他自己掉下去的，不是？那是什么？看这个，啊！我去，我真的要整排除法了，哪件证物啊？看这个，到底是哪个？看这个，眼镜看这个，也不是。看这个，不是。看这个，不是这个。看这个，啊，这个布条为什么会留在现场？它是被利奇割破，然后挂在了灌木丛上。不错，可是查望书是杀害格林的伏击者，那么他们为他的自己的衣服为什么会被割破？我们一直只顾着追杀格林真凶，却忽视了他为什么要与证人见面。他不但将时间选在半夜，还带了一把匕首出门。是的，这样一想，他将查望书叫到断崖的意图不是显而易见了。
原本在断崖行凶的人是死者才对。查医生，我不知道你是出于何种心情，非要让自己背负杀人的罪名。然而死者的衣物上根本出于何种心情，非要让自己背负杀人的罪名。然而死者的衣物上根本没有留下任何与你争斗的痕迹，恐怕格林是持刀冲向你之后被你躲开，然后自己不小心跌落山崖的吧？的确如此。无论如何，我心中的确动了杀机，这已让我成了有罪之人。虽然不知道他约我出来是何意，但我躲在崖边时，只想着如何将他杀死并结束一切。然而在此期间，我带着那部夜视仪，却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流叶谷华美的夜景。我才彻底醒悟，明明是将村民从黑暗中拯救，让他们在这皓月之下欢歌笑语。我若用这肮脏的手段权幸，有何颜面再以医者自居，继续救死扶伤？于是我彻底打消了杀人念头，打算与那洋人和解。可人算不如天算啊！你这土医生总是坏我好事，阁下稍安勿躁，特效这种可以再谈。啊 ，Go to hell！ 我条件反射把他躲开，但没想到他却，就算没有亲手了结他的性命，他却依然是因我而死。哎呦我去，大哥，这就是我的报应，动了杀人念头的我的报应。如果证人所说情况属实，即便他真的将死者推落山崖，也有很大概率被判定为正当防卫。法律并不是惩戒恶徒的冰冷条文，对于像你这样心存善念的人，他同样会予以回报。查医生，你最热爱的村民们还在等着你去挽救呢。只为了你自己的执念，就去承担这个莫须有的罪名，真的好吗？我先把丑话说在前头。你的死罪可免，活罪却难逃。把死者的字条塞进被告房间，可是有诬告构陷罪的嫌疑。哎，怎么这样？如果他被判了刑，不就没法继续研究了？把字条塞进被告的房间，雷姐，这话可不能乱说。你有证据吗？你搞什么？这可是之前你自己说的。龙叔，你傻了吗？那个字条当然是查望书塞进去的吧？喂，小子，这个医生的为人，你觉得怎么样？啥？问我？哟，你也有配音。说，放弃荣华富贵，以一己之力挑起这么重的任务，被指出错误，还敢于承担。哦。这正是孤高之狼的品质啊！那你觉得这样的人应该被关进监狱吗？当然不该了。我要是在这儿说了算的话，连奖励他还都来不及呢。这样就好。那么，麻烦你给大家解释解释，这个字条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字条，对呀，我想起来了。这是老子上月回来的时候在地上捡的。你这医生，平时脑子不是挺好使的，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到处乱丢啊？哦，这块不会就是合力，相当于是想，有可能是本来是想陷害吧，但是他们这几个人救了他一下。你何出此言？明明是……哎呀，行了行了，别说了。你要是条真汉子，就赶紧把药研发出来，我还等着拉红颜妹子去赏月呢，听到没？我明白了，律师先生，田兄弟，法庭的诸位，此地、此时、此刻，今日所有之事，我定会铭记在心。
应该是他塞的，但是，就是故意说了不是他塞的，然后给他免了这个罪。老大，你今天真是威震四方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你不但救了我，还机智的把那个医生的罪也给一笔勾销，真太让人感动了。你还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开口。不过话说回来，没想到这夜魔的真身原来是夜盲症。你在休庭时说的话给我了些启发。哦，真的太帅了！我就知道你这能逆转的，回头一定要在我这个刺猬头凌空池的海报上签个字。啥啊？你说夜盲症啊？我一开始我也挺吃惊的，不过好像根本没什么影响吧。反正我只要像以前一样注意晚上不要出门就好了。对了，你借我这个真理圣枪啊，在这个案件中的确发挥了效用，向你道谢才是。现在已经结案了，就到物归原主的时候。我几时说是借你的，反正我留着也没啥用，你继续收着吧。啊，给咱勾玉了啊！既然如此，功就不如从命了。老哥，你如果成了大人物啊，一定要记得把这把枪夹到自己铜像上。那个叔叔，你果然遵守了和红叶的约定，把大哥哥救出来了。到听到最后，红叶发现大家果然都是好人呢，尤其是望舒叔叔，他能平安无事，红叶真的松了口气。原来是没听懂，难怪毫无反应。虽然之前听游客讲过一些，但是亲眼所见之后才知道，村外真的有这么辽阔的世界和这么多有意思的人和事呢。所以红叶做了一个决定，过几天我打算离开村子，和大哥一起外出旅游的事。完啦，兄弟，完啦！你不要忘了，他还17岁，他还是未成年，你要干什么？我也希望能够在旅途当中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说不定有一天也会去找律师叔叔、东西姐姐玩。到时候红叶一定给你们泡最好喝的茶。明显的和尾团串通一起编造谎言，真的我看不出来吗？如果你哪天遇到一个恶行招数，却在每个特定上被人冤枉的人，难道你还会去故意陷害他不成？哟，没准这是个 flag 啊，这是个 flag， 没准还真有。正好宅男小哥推荐了一批新兴的手机 APP， 苦啊！我要给事务所预约个专属的美容护理师上门服务。本以为这只是我漫长历史生涯的一小段插曲，令我始料未及的是，茶村这个人迹罕至的小村落，竟在不久将来成为一连串波澜壮阔的大事件起点哦！
还有故事哦，后面还会来哦。果然这第2章，谁又能想到一场盛大的阴谋早在这时埋下了种子？果然啊，还是跟第1个案子有关系。无论是那5年前的惨案，还是那个一直窥探在侧的庞大组织，又最终与这个小小的山村连接到了一起。回想起来，我和东雪踏入村门的那一刻，也许正是此后一切悲剧的开端。呀，咋的了？继续游戏啊！第3章了。哎呀，刚才没看机械城的什么和雷电，我操！我只能看我自己的那啥了，回放我也没看着，我的大脑袋挡住了。在一天中最清爽的时段里，享受着一杯热茶，配上各种好吃的到停不下来的零食，再加上即将迎来大结局的甄嬛传，这种感觉真是 perfect。哟，茶红叶，东西姐看见开心呢。这不是《甄嬛传》吗？红叶很早就看过他的原作小说了。最后不要剧透。虽然没太听懂是什么意思，不过既然红叶来了，就请冬雪姐姐安心吧。红叶今天给你带来了125号花茶，花开富贵，要来尝尝看吗？离茶家村一案已经过了3个月，龙胜律师事务所也在这段时间平静地运行着。这个孩子茶红叶能在结案不久就走出村门，踏上了旅程。游览了几处自然风景之后，他打算在城市里生活一阵，体验现代生活。我们算是红叶里在城市中为数不多的朋友，他就按照我留的地址找了过来。这回主角是雷冬雪。目前呢，红叶就住在事务所附近一小公寓里，所以时常跑来做我的助手。对了，红叶已经17岁了，就算实习绝对不算雇佣童工。今天我们有什么工作呢？以后不会带着他吧？我操，没看。龙叔这几天去国外出差了，其他律师不在，确实没什么事可做，不如就打开电视看看节目好了。播报什么新闻了？下一条新闻：2018年，在美国俄勒冈州军工基地神秘失踪的高威力遥控定时炸弹HMBX 3000，在其失踪6年后，突然有了新的线索。目前，追风快递公司总部在其托运的一件货物的扫描图中，发现了疑似 HMBX 3000遥控装置的电子设备。据快递员透露，该货物的托运者系在网上下订单。操，你们这帮人干事都在网上干活是吧？而送货的目的地，警方则以涉密为由拒绝透露。该遥控器装置被寄往何处？这枚炸弹的本体又在何方？这一挥之不去的威胁与近年来在亚洲活跃的犯罪组织天盾究竟有何关系啊？引出来了，天盾啊！本台将进一步进行跟踪报道。天盾，只是想随便看看电视，经常会看到这种新闻，真是不吉利。这个天盾并不是盾，它是一个组织的名字。不过天盾可不是一个简单的组织，它是一个跨国犯罪集团。它可能是世界上最邪恶、最恐怖的团伙，光是听到名字就让人心情电颤。好啊，来讲一下。欢迎放纵的豆瓣酱进入。欢迎放纵豆瓣酱，晚上，哟呵，你这大驾光临，欢迎豆瓣酱大驾光临，令寒舍蓬荜生辉。感谢豆瓣酱点赞，离春旅行。最近泡出的茶叶不如以前好喝了。咱叫补考，什么意思？补考？补考呀。原来要补考呀，大哥。龙叔最近出差啦，
不好说，一说我就来气。这次去的可是天照民国，天照民国是什么东西？这不会是日本吧？天照民国，这个文化风貌与自然风光并存的东亚小岛。感谢放纵豆瓣酱赠送的口水黄豆，这是啥？口水黄豆？我瞅一眼。欢迎放纵的豆瓣酱进入直播间。哎我去，只有你一个人享乐，真太狡猾了。律师叔叔真太狡猾，这句话红叶记住了，不要瞎记一些有的没的。啊，介绍介绍天盾啊。为了你的安全着想，这个天盾的事我要给你科普一下啊！终于进入主线剧情了。欢迎走路奥康被摔飞进入。欢迎走路奥康被摔飞，晚上好晚上。是的，这个组织已经存在了几十年，成员遍布全球，说不定都有1万人。除了做走私贩毒这些寻常的坏事，天盾最危险之处在于它的攻击性。寻常的坏人看到警察和军人都会想着乖乖溜走，保全性命，但这个组织的坏人搞了很多厉害的武器，其中不乏一些战斗力很强的家伙。怎么了？超人是咋的？甚至敢和军警正面对抗，实在可怕的很。真的吗？就连那个视野叔叔，甚至是检察官小姐都打不过他们，恐怕10个他们俩组队都没用吧。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红叶必须要躲得远远的组织，明白了吗？听我说，红叶好人是不会在这种地方混迹的，绝对不会。感觉这又是个 flag 啊！突然间标了。不会，我们这次辩护就是个天盾组织的人吧 ？flag 直接立上，导致那个事件的元凶啊！说起来，红叶在上楼时顺手拿来报箱里的报纸，我记得今天的报纸的头版好像就有一个天盾的内容了。被盗炸弹冲出江湖，天盾疑云笼罩东亚，这就是刚才那个。是关于3月10号魔方体育场爆炸事件回顾吗？那可是个超可怕的惨案，还是不要让红叶看到了。啊，仔细阅读的话 ，OK。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黑帮威胁挥之不去，天盾下一目标或仍在东亚。在天照民国魔方体育场制造著名的3月10号魔方爆炸事件。天盾为了向该国示威，在观众席引爆了一枚小型炸弹，一共造成27名观众死亡，100余人受伤。而于同一年，在美国失窃的高威力炸弹更是为世界敲响了警钟。若该枚炸弹落入天盾手中，后果不堪设想。6年来，天盾的犯罪活动愈发猖狂，但造成大量伤亡的事件均集中在东亚各国。尽管该组织成员众多，但其数位高层头目始终居于幕后。国际刑警绞尽多年的成果十分有限，有专家预测天盾的下一个目标仍会锁定在东亚。OK， 插播一条，誉为旷世奇才的科学家平江超仿真机器人研究所所长朱平江，于11月8日发现死于其供职的研究所中。目前警方声称，研究所涉及军工技术等机密信息，因此拒绝透露事件任何细节。下面本台将为您播放朱平江所长的生平履历。那个朱平江他居然死了，这是怎么了？这个朱平江是谁？朱平江有故事，是不是当年朱平江这个事务所干过什么事儿？不知这是上天冥冥之中的安排，还是有人在背后谋划着什么？平江超仿真机器人研究所天盾朱平江，这些和5年前的事件有关的字眼居然在同一时刻出现。这个城市里到底发生着什么呢？
看来也是涉及到主线了。陆老师，您怎么了？司徒所长，哎，司徒所长，来，快来人！这里有人受伤了。冷静，他已经死了。怎么可能？我不信。司徒所长不会也是5年前的事儿吧？临江超仿真机器人研究所位于郊区，从事务所坐车过去需要一段时间。在车辆颠簸声中，5年前的一幕幕在我脑海中不断回放。那个被称为761号事件的惨案中，我失去了自己最尊敬的导师。由于这个案件性质特殊，他的调查自那时起就被尘封了。凶手作案手法以及动机至今还是谜。我不甘于这个结果，从那天起便一直以自己的方式追查真相。然那个事件还遗留在世的所有线索，应该就在那个研究所当中。他们在案发后被朱平江所长回收，此后再无音讯。没错，这就是我此行的目的了。总之，我一定要。哇，这研究所这长这样。你们城里人真会玩。先搜查，能搜查的地方搜查一下。所以机器人呢，顾名思义就是用机器组装成的人。说到我的特点，你就只想到喝茶、吃零食和看肥皂剧。一般来说，机器人是科学家制造出来的，以代替人类进行的劳动工具。它的外形未必是人的样子，那些机械手臂、自动吸尘什么的都算机器人。他们应该不会去做摆烂摸鱼那些没意义的事吧？不过呢，这个研究所制造机器人和一般类型不太一样，毕竟他们的招牌是超仿真。所以一直致力于制造出看起来和人类完全一样的机器人，他们可以像人类一样思考、说话，甚至可以不被发现的混入人群当中。坏了，这不会有机器人西部世界了，家人们，变成西部世界了。未来会不会有很多这样的机器人在大街上走来走去？那底特律变人了。不管怎么说，机器人只是用没有生命的材料制造出的人偶。再怎么仿真，它也需要人类输入命令才能完成工作。应该不会有人闲得没事做，令他们满大街乱走吧？如果用没有生命的材料就能制造出和真人一样的东西吗？那人还要不要生孩子呢？很多科幻电影里都有机器人会在未来取代甚至奴役人类的说法，在现实中，科学家大概会极力避免为他们开发出危险功能，顶多会产生一些机器人医生、机器人水管工之类人畜无害的家伙吧。会不会有机器人律师呢？哎，那边的2个小姑娘，这可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哇，好有气势的声音！哎呦嘿，又碰到他了。是警察吗？你俩是来参观的，今天这里不开放，改天再来。这是第2章露过一下的这个人啊，我当时以为他会是检察官啊。嗨，等等，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啊？我吗？对，就是你。让我仔细看看。嘿，你不是5年前的那个小丫头吗？真是和你姐姐越长越像了。怎么不记得了？是我呀。
难道说你是杀刑警吗？哎，他是刑警。哎呀，真是女大18变，姐姐我差点就认不出来了。啊，红叶看到了，他胸前的名牌上写着“沙路遥”3个字呢。哇塞，是个御姐，这名字这么甜妹吗？虽然总觉得他以前不叫这个名字，但他确实是我认识的人。这位沙刑警，即是专门负责打击跨国罪犯的刑警，好像也是姐姐的好友。他很少来到我家，我们在私下也没什么来往，唯一的一次见面是在5年前的法庭上。真没想到时过多年，竟然会在这里遇到他。这位刑警姐姐是我一个朋友，我和她有点事要谈。我操，口红怎么还放电？直接对话。算是吧，为了联手打击跨国犯罪集团，国际方面从各国征用了一些高层警员，姐姐我就过去做了兼职，反正本来就是本职工作。你不知道啊，姐姐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只会跟着别人跑的小女警啦，就在2年前吧，因为连抓带铲几十个毒帮，所以当上了地方刑警局的副局长。另一个案子，你说的不会是761号事件吧？761号事件，毕竟他才是那次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咋的了？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国际刑警兼单身妈妈沙鲁瑶一边带娃一边征战前线，大家都说我是不幸与帅气的化身。忘掉当年的一切，姐姐我才换了个名字，从头开始。突然觉得，也许这新名字取的也不太好，总让感觉是复仇之都遥遥无期什么的。果然沙刑警是改过名字的，不过复仇嘛。毕竟他的至亲之人被天盾成员给，虽然很关心沙刑警在这5年之间有什么发现，但实在问不出口。5年前就出国留学了，今年才回来。你倒说你要接手这个案子，这样可是不行的哟。想获取情报还得有个合理的身份，就算熟人也不能网开一面，这个是行规，行规。不过你若只想进去逛逛，我给你一个特别许可倒也无妨。哦，进现场调查了，但这研究所刚刚死的所长里面一团乱，还有一堆刑警和法医在调查。你要是进去了，可得保证别给我添麻烦。还有刚才和你一起的小乖孩自己应该跑进去了，我建议你赶紧跟进去看看，他要是闯祸，我可算在你头上。刚来这儿的路上，姐姐我碰到个偷手机的，顺手就给捉了，困在车里。一会儿还要找个人把他押回去。姐姐我先不奉陪了，你们慢慢玩。偷手机的感觉也有问题呢，感觉这个偷手机的会不会也成了伏笔？进去看看啊，进去看看。哟呵，怎么还有修仙的呢？我去！喂，你好。这个打扮怪异的家伙是哪儿来的？你也是刑警吗？何方妖孽？
在此作祟。啥？谁是妖孽啊？我是个律师。哼。谁是妖孽啊？我是个律师。哼。看到一张漂亮的海报，顺手就撕下来了。旁边的警察叔叔说：“这海报墙上贴了2张，就让红叶拿了1张。”哟呵，无敌啊，无敌！先调查，先调查。3楼电磁实验室每周5 17点至周6实现为清洁时段，清洁时间高效洗洁喷雾将遍布指定区域，届时禁止入内。这高达是怎么回事？居然是动漫周边，下面贴着黄字标签，真是展品吗？这个案件死者是研究所所长朱平江野，他的尸体是在2楼被发现的。这就不清楚了。不过警察叔叔们一直在讨论，好像说司长的死法有点诡异。而且虽然案件昨天才发生，但叔叔们已经抓到嫌疑人，太好了，我们就为他辩护。他们说了个词叫铁证如山什么的，打算明天开庭起诉那个人。那个嫌疑人什么来头？是个年纪不大的女孩子。对了，还有这个是一位很好的警察叔叔给我的哦，平面图。他说这里到处都是奇怪的机器，乱走会很危险。大厅、电梯、机器人组装车间、楼梯图。他写了一个10米，我才发现。一共有3层，总高度为10米。这是2楼，办公室白翼翎、乌雅剑侠。这就是刚才那大哥吧？王世臣，这应该是黄，这应该就是那个黄的那个。他朱平江的办公室在3层，但他在2楼被发现了。闲置，有2间闲置的屋子。10月11日，技术宅们的盛宴啊！迎来开放日，欲邀请至官网预约。机器人3大定律啊！还有一些注意事项，禁止人类之外生物进入什么的。看一下，我们看一下，等拿到手我们看一下。好，看一下，点击查看详情。本所制造机器人完全遵守上述定律，带你进入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科幻世界。那2个东西应该就在哪2个东西？抽签 ，Go Go Go！
冬雪姐姐，红叶好像听见了奇怪的声音，而且那个声音好像越来越近了。经你这么一说，的确是有什么。哦，机器人吗？哈啦，两位小姐日安。那个，请问你就是传说中的机器人吗？机器人？这个东西？哈哈啦，看不出来嘛，你这小姑娘年纪不大，但还挺有见识的呢。没错，咱就是这里的超仿真机器人师爷。吓到你们了没有啊？哇哈哈哈哈！搞什么呀？原来是机器人，吓了我一大跳。相比起来，这位小姐就没教养多了呢。你才叫没教养吧喂！为什么会有吓人还得意洋洋的机器人呢？哼，我愿意。嘿，你们两个听好了，咱可不叫机器人，咱是有名字的，名叫青樱。青樱，以后要用名字称呼咱才行，听到了没有？哇！这个虽然看起来不像，但是咱超仿真机器人的备用充电器。原本的流程上，机器人躺进去自己把舱门关上，有半个钟头就能充满了。躺不进去，所以咱只能把自己脑袋拔下来丢进去直充。啊，以前的家里运来的电冰箱。青姐姐为什么会有自己的家？机器人需要电冰箱做什么？还有电冰箱到底要怎么运过来？还有它放在这里有什么用之类的？什么呀？你也整那个A woman make 什么 A secret made woman 这一套是吧？这个东西应该叫机床，全新的机器人，名字好像叫揉面君。拍戏拍月了都没拍来的腿。没准最后整了一个机器人杀人啊！OK， 对话，先别对话，我先出示一下，机器人出示这个就好玩了。OK， 没有的就会说这个话。哦，有关11月11日研究所开放日的事你了解吗？当然，这可是咱那个活动解说呢。咱要找个机器人做主持了，可是他们竟然没有把咱大明星印到海报上，真气人。这天咱除了看剧就是练解说词啊，逮人就要说一遍，要不咱也给你来一段。不过你作为机器人应该是不可能忘词的，有必要这样费力练习吗？有必要，如果不这样练习，就一点大事件紧张感都没有了，那多没意思。上半身与人类女性完全一致，下半身由于故障依靠辅助履带活动。啊，这就是咱那个老板，可以问一下。所长这个怪老头算是咱的再生父母，但也不能把咱当人看呀。好歹他刚翘了辫子，咱还是不提他了。咋的了？就是被虐待了。你自己呢？证件照怎么样？好看吧？
可以对话。咱本来就是有姓的，咱家姓何，全名是何清英来着。不过所长的老头子不太接受这个设定，所以姓就没了。姓何，这里有研究员姓何吗？好像没有姓何的呀，为什么会叫姓何呢？没有姓的人多奇怪呀！你管咱叫什么？这可是原则问题啊！难道阿姨不是敬称吗？那是对年纪大的女性使用的。青衣小姐明明看起来就很年轻，咱才5岁半。那个有个问题，我就想问你，你的线本身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以前可不是这样的，是在一次事故中偶然被搞坏的，不知道是哪个天上的混球把咱推着电路板弄了个大洞。所长断断续续修了好几年，现在都没修好。如今他老人家挂了，咱的前途就更加黑暗了。怎一个惨字啊！好，问几个简单的问题。你知道朱所长的死因吗？咱也是昨天看到一群警察小哥冲进来才晓得朱所长死掉了。你没有打听打听吗？怎么会打听？咱冲去为了3个警察，但他们都被咱吓跑了。后来我想去找副所长问问，他也被带走问话了，最后什么都没问到。咱就是个给他端茶倒水的仆人，怎么有没有权利评价他？但他都死了，那个变态老头是个怎样的人？去问别人，别问咱。可爱怜的小兰兰怎么突然被抓起来了呢？小兰兰是谁呀？他呀，名字是蓝妙诗，是不久前才跑来干活的实习生。现在整个研究所就他没有咱的管理权限，所以可以随便调戏。地位还不如机器人的实习生，实在太悲剧了。是个超级笨手笨脚的人，平时总是迟到偷懒，经常弄坏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个月几乎天天被所长骂。你一定，但心还是很善良，一定要救救他。对的，说起来他5岁半，应该不是特别了解5年前的事吧？那你知不知道 GBXF003 和004在哪里？啊，怎么了？004先不说，可是003，那不就是咱的出厂编号吗？什么？你就是003，如假包换呢？自从有了青衣的名字，咱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个编号了。你从哪里知道的？5年前，不好意思啊，咱的数据今年才被重置过，今年之前所有事已经被删得一干二净了。咱是根据所长设计的原型机改造的，被翻修过之后，容貌、体型和记忆芯片都是全新的，哪里还有5年前的数据？那004呢？004那家伙咱同一天被改造之后就离开研究所啦。是的，研究说用004做个实验之后就没有消息了。很遗憾的，咱也想叫004过来陪咱玩，可是那老头子没留下任何记录。这个世界唯一知道004行踪的人死掉了，恐怕他也要永远失踪下去了。这是怎么了？看一副大受打击的样子，可不是咱害的哦。不会004拿去干坏事了吧？被天盾收编了，整了个终结者。
我去看委托人看守所啊，这就来了，不去上面再看看。我还想去楼上这几层看看呢，不让看了，看看咱变魂长啥样。你们是谁啊？哟呵，警卫，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会不会把我卖到山区去啊？救命！请问你就是蓝妙诗小姐吗？怎么都一手蓝色系头发啊？是的，我确实叫这个名字。啊，蓝小姐你好。你好。你们真的不会把我拐去山区吧？不会吧，当然不会。我到底哪里长得像人贩子了？东西姐姐，这位蓝姐姐的发卡看起来好特别呢。这不是个晾衣服用的夹子吗？晾衣服的夹子？啊？这个呀，因为我懒得找发卡了，所以就一顺手嘛。这未免太不讲究了吧？哦，所以说你其实是个时装界的星探吧？特地跑来评价我的服饰，真是太辛苦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龙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雷东雪，这是我的律师证。我叫茶红叶，是东雪姐姐的助手。先出示一下。哎，为什么他会当上炸弹？哦，不是，啊，都没什么想法呀。欢迎这大哥银河兔进入直播间。欢迎至尊银河兔，晚上好，晚上好。你这啥证据一点反应没有？苏长总有反应吧？哦，对，我根本没想过让苏长他老人家死掉。晚上做梦我都感觉他惨死的那副样子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总之下辈子都不想遇见这种事儿，太可怕了。你把这个恐怖大手的照片拿出来干嘛？一见到他真是吓死我了。但是公认的研究所不正常人 No.2 还有 No.1 的哈，被腰斩的吓人狂魔青鹰，一串代号从那里冒出来了，简直不能理解他的生存乐趣，仗着自己是机器人变着法子吓人。还有一次把脑袋卸下来滚到我脚下，吓得我魂都没了。我记得你还比我大几岁，难道家里人不会催你找对象吗？怎么会呢？爸妈懒得催我，他们肯定会嫌麻烦啊！一家人都懒是吧？蓝小姐不到1个月，对吗？来了不到1个月，她还说你是实习生，所以没有她的权限。你在研究所主要负责哪些工作呢？人家的工作是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比如递送快递、实验素材啦、收拾实验台啦、打扫器材仓库啦之类的。只有打杂的嘛，知道了也别说出来。满怀期待跑到这个举世闻名的事务所实习，谁知道所长他每天都让我做这些杂活。做杂活也就算了，还要天天被他骂。研究所所长朱平江是你杀的吗？
也希望你能如实回答，你已经都被捕了，就别在意面子之类的事了。我了解了，虽然我平时大大咧咧，但杀人这种事是绝对不会干的。陆所长为什么会死？我也很纳闷，真的不是我做的了。东旭姐姐，你手里拿什么东西？没什么。这个可以号称洞悉心灵甄别环的机器并没有反应，也就是说这个实习生真的是无辜的。哇，不会有后续反转吧？第一个，刚才咱们上一个案子是个坏人，然后也不是叫坏人吧，就算是好人动了邪念吧，不会他是这种坏人装好人吧？这个奇怪的僻静是怎么回事？今后的事，蓝小姐有什么打算吗？所以还得找个律师才行。我刚才想到妹子，你不就是律师吗？你来帮我辩护不就好了？有什么关系？虽然咱俩认识了10分钟到看到第一眼就觉得你是个绝对能胜诉的好律师，就这么定了啊！答应吧，答应吧，答应吧。但是你拿到委托书，你不就可以接手这个案子的信息吗？欢迎白赤霞进入直播间。欢迎白赤霞，晚上好，晚上好。OK， 委托书，好的。白赤霞说：“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那咱们现在该干点什么？要不你进来坐坐，我在外边坐就好了。接下来委托的第一步，当然就是了解案情。下面问题，请你一定要配合。OK， 案发当天行动啊，聊正事了啊，聊正事了啊。案发当天你在研究所的行动，蓝小姐可以说说看吗？像往常一样按时上班、吃饭、睡觉，没什么奇怪的。总之一切都像往常一样。然后下午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很大很大的雨，狂风大作，电闪雷鸣，预示着有谁会死一样。当时我正在看窗外突如其来大暴雨，然后我就冒着雨回家了。果然有隐瞒啊！白小姐，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不知道该从何问起，怎么办？要试着对他发动攻击吗？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告诉咱们现在先别发动攻击。哦，直接是给咱拒了，咱没有选项，我还以为后面会有选项呢，就是有点像逆转裁判似的，你这个时候出现了新锁，你可能暂时破不了，你得需要收集证据之后，他这个还算给你面子啊，他直接告诉你了证据不足，像逆转裁判是不会告诉你的。欢迎楚南咩进入直播间。欢迎楚南咩，晚上好，等傍晚回来再找你啊，希望你不要有所隐瞒了。哎，不会是这个人是个天盾的人吧？很有可能，有可能隐瞒的是天盾的事儿，这个咱就不调查了。研究所大门，很有可能，很有可能。但是他虽然是天盾的人，但人不是他杀的。我们又回来了。是的，进门之前有个工作是必须要完成的。好，反对。是有事想找你。好的，出事。这家伙有没有钱付我还不好说呢。哇，你居然要给他做无罪辩护，我还以为会和小春潮站在一起。不过姐姐，我劝你一句话，以后这种必败无疑的案子还是少碰为妙。看来咱俩熟人一场，不如多透露点情报给你，反正也没有影响。每回都必败无疑啊，每回都有反转啊。案情没什么好说的，虽然死者死法比较诡异，但凶手实在是太明显了。
早知道是这样，姐姐我才懒得过来，直接丢给那大嗓门就好了。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说说这诡异的死法？解起来太费力了，还自己看了。我操！我要看看。死者朱平江推测于11日8日下午4点到晚6点死亡，死因失血过多，头部与背部曾遭到大面积平整物体剧烈冲击。这是什么？大面积平整物体是什么东西？按照常理来说，他这个伤势最有可能是坠落死造成的，就像从悬崖摔下去那样吗？居然又是坠落，莫非这个平整物体就是指地面吗？真这么简单就好了。如果他真的是坠落身亡，总得有个落点。但目前为止，姐姐我的手下们还没有找到这么个地方。不止如此，看这个，这是现场照片，躺床上。被砸了吗？被什么东西砸了吗？这个所长尸体倒是和电视上见过的没什么区别。我有点不明白，这位所长爷为什么趴在一个小车上？对，我觉得疑点太多了。还有这个线，我感觉这个车应该是方便移动尸体的。然后你看这个地方还被模糊了，也有可能是什么东西掉到这儿，然后给它抬到这儿。但这个后背为什么会有血呢？就很。然后这块也有血，这块也给模糊掉了，反正挺多疑点。研究所用来运送器械的手推车，莫非所长是他掉到这个手推上摔死的吗？感觉这个手推车这应该不是第一案发现场，应该是移动尸体用的。这就是警方在发现尸体时第一时间拍下的照片，位置就在研究所2层。莫非是从3楼？因为他的所长的位置在3楼，然后他死的时候是在这儿。那他的办公室死应该是在生化嘛，2个对角，你看，生化在这头，欢迎热心市民流星喵进入直播间。欢迎流星喵，晚上好，晚上好。结论只有一个了，尸体被人移动过，对吗？没错，目前能确定只有这一点。尸体既然被移动过，但他移动的时候没有留下什么线索，我想也有，但这研究所平时人来人往的，楼道里已经没有痕迹可查了。还有凶手移动尸体的目的，就更令人猜不透了。一般人行凶后移动尸体，多半是为了把尸体藏起来，可这个手推车最后停在一个这么明显的地方，会不会是推车的人不希望所长尸体被弄脏呢？下午研究所这边下过大雨，也许那位凶手是好心人，还把所长被淋到。案发当天下午，研究所一带是不是下过雨？下了一场大暴雨，没错，虽然时间不长，但雨量很足。住在附近的目击者讲得很夸张，说那雨点简直有棒球那么大，那是下雹子吧？这场雨下了多久？雷阵雨而已，倒也没多久。你们拿去。哦。所在地区发生雷阵雨，降水量超过600毫米，60毫米，60毫米，6厘米，6厘米，这玩意儿是暴雨啊，这连脚都没过去吧？哦，它应该不是那个水的高度吧？是它是多长时间下了多少雨？的确，下雨的时间很短，咱们要是赶上了这个时间冒雨回家也够倒霉的。不过多亏了这场雨，把附近地面冲得干干净净。要是哪里摔死过人、拖过一辆车的话，警方找起来也困难的很。已经没有痕迹了。已经没有痕迹了。该说的都说了，剩下都要靠你自己了。不过，代我向一姐问好，我该会去和小春潮会合了。小春潮是谁？他还是个超可爱的小鲜肉，造型酷酷的，也不太说话。真不知道这么寡言少语的孩子怎么上法庭呢？还是本案的检察官？不会是那个修西安的吧？我操！新检察官陆春潮的大名你都没听过。这3章了，还有新人呢，天天全是新人的吧？一水熏人。
这么大的案子，按道理来说应该由经验丰富的夏兰接手，奈何小村长非要横插一杠。我听说这个案子他还是求了检察长半天，硬给要过来。莫非你也跟5年前的事件有关？莫非你就是男主？啊，我还有问题。哦，赶紧去现场调查，快 ，come on！ 不过该到点了，该下播了。咱们争取周3白天见。如果情况好的话，争取情况见。咱们准备下了，保存。大家啊，周3见，拜拜。拜了个拜，拜拜拜。